日本投降后仓皇撤退，留下了一名遗孤，被中国的杨大娘捡到，还决定将她抚养长大。村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认为她是在养白眼狼，但故事的结局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1945年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战败的日军踏上了归国路。因为上船的名额有限，军方不让带孩子回去。听到消息后，和子十分心急。作为随军的出征的前线护士，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。拥挤中，日本人纷纷登上卡车，为了把孩子带走，和子把孩子藏在木箱里，于混乱中登上了卡车。但木箱实在太过显眼，被一名长官发现，随之丢弃在路旁的草丛。仓皇撤退的日本人留下了不少稀罕东西，附近村民纷纷寻找宝贝。杨大娘也想分一杯羹，却听到了草丛中的啼哭，顺着声音找到了一个木箱，箱子中正是和子的孩子。看到弃婴身披日本军装，身上还有个代表身份的袋子，杨大娘明白这是个日本孩子。她惊慌失措，正要离开，但听到不断传来的啼哭，杨大娘心软了，还是把日本婴儿抱了回去。杨大娘家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叫葫芦，女儿叫秀秀。葫芦打小是个哑巴，30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儿，因此杨大娘就想着让葫芦把这个孩子当儿子，以后起码有人养老送终，还给他起了个接地气的名字狗娃。葫芦一听狗娃是个日本孩子，抱起狗娃就要扔出去，杨大娘赶紧拦住葫芦，一把夺回了狗娃。因为狗娃没出哺乳期，大娘只能在村里转悠，看见有带孩子的农妇，就帮狗娃讨口奶吃。这天邻村的二叔来串门，二叔曾上过战场打过仗，还被日本人打掉了一条胳膊，所以对日本人痛恨至极。听说杨大娘收养了个日本孩子，二叔急了眼，让杨大娘赶紧扔了。杨大娘却表示，大人是大人，孩子是孩子，日本人没人性，咱们可不能没人性，孩子是条生命，他不能眼看着不管。虽然葫芦不喜欢狗娃，秀秀却很是疼爱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实在管不起他吃穿，杨大娘只能放弃狗娃，看着有没有好心人收留。秀秀把狗娃抱到村口，恋恋不舍地放在地上。秀秀从旁边观望了半天，根本没人愿意收留狗娃。最后秀秀只能哭着将狗娃抱回了家。杨大娘知道命里的东西躲不过，于是决定继续收养狗娃。不送了，该来的送不走，该去的叫不来，这呀是咱的缘分哦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狗娃长成了个毛头小子。他从小聪明伶俐，见寺庙的大师上门写对联，他跟着就念了出来。见回家的葫芦十分疲惫，他主动给葫芦捶背，这让一向不冷不热的葫芦心底里都有些触动。因为狗娃特别的绅士，二叔对他十分痛恨，见了就撵跑他，还撺掇自家娃子欺负他。村里孩子没人愿跟他玩，好在葫芦开始喜欢狗娃了。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两人逐渐情同父子。这天，葫芦背着狗娃上了集市，葫芦被人叫去帮忙，狗娃独自坐在树上看表演，不想遭二叔家2个孩子嫉妒，他们一把将狗娃推下，对着狗娃一顿暴打，狗娃被打得鼻青脸肿。葫芦看到后很是心疼，抱着狗娃来到一座石像前，不断用树枝抽打石像，想告诉狗娃要这样反抗。杨大娘一听也很气愤，放下烟斗子就要教狗娃打架。来，打，使点劲儿，你没吃饭呢？啊，看着，打！哎呀，你个小菜包子，怎么连架也不会打呀？杨大娘传授他毕生绝学，费劲巴拉的指点了半天，狗娃终于领悟窍门，一下子把杨大娘放倒了。杨大娘很是欣喜，拍拍灰，告诉他以后就照这么打。这天，大娘遇上了光头，光头这2天正准备出发去陕西那边修铁路。他看葫芦5大3粗的，想叫葫芦作伴跟他一块儿去。葫芦也不小了，也想出门讨个营生，就要跟光头一起走。几天后，到了出发的日子，葫芦在村口和狗娃告别。一段时间的相处，狗娃已把葫芦视为父亲。他知道葫芦听不到声音，却凑在葫芦的耳边猛烈地怒吼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葫芦似乎明白了意思，高兴地笑了笑。来到铁路施工的山洞，葫芦干活总是最卖力。但这天山洞即将坍塌时，葫芦听不到周围的呼喊，别人都躲过了危险，只有葫芦永远埋在了里面。得知消息后，杨大娘伤心欲绝。本就没什么朋友的狗娃，这下更加孤独了。杨大娘要去陕西处理后事，秀秀也要跟着一起去。
家里没人照顾狗娃，杨大娘只能找了户人家把狗娃送了出去。临行前还再三嘱托狗娃这孩子命苦，一定要好好对待狗娃。因为时常想念杨大娘，狗娃经常到杨大娘家门口等待，却被路过的村民提醒杨大娘已经在陕西的亲戚家住下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了。多年后，大娘头发花白，她拄着拐踉跄着回到村子，在路上碰到一位背柴的小伙，她向小伙打听狗娃的下落，殊不知眼前的小伙就是她日思夜想的狗娃。相隔几年相遇如此巧合，祖孙俩紧紧相拥在一起。看到狗娃身着单衣在风雪中背柴，杨大娘意识到那人家违背了约定，竟如此对待狗娃。她带着狗娃找上门来，连忙质问这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屋内传来啼哭，大娘进屋一看才明白，原来这家人得了亲生娃，自然不会再优待狗娃。她决定把狗娃带回去，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，似是心有灵犀一般，狗娃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回到曾经熟悉的老房子。见到狗娃回来，秀秀十分激动，迎上一个热切的拥抱。可能因为这几年的悲惨经历，狗娃变得沉默了许多。看到狗娃满是破洞的鞋子，想到这些年狗娃受的苦，秀秀顿时泪流满面。从陕西归来后，秀秀已经成了大姑娘，早就到了成婚的年龄。这时有乡亲上门说亲，原本秀秀不想走，她想留在家里守着大娘和狗娃，但听说结婚能拿彩礼，改变家里的窘迫，秀秀主动应下了这门亲事，不日就将嫁为人妇。这天她不断嘱托狗娃，希望狗娃担起这个家。听着秀秀的临行嘱托，狗娃再也绷不住了，趴在秀秀腿上痛哭起来。出嫁那天，秀秀身穿嫁衣，在锣鼓喧天中被送走。看着送亲的队伍逐渐远去，狗娃忍不住要冲出去，杨大娘立马反锁上门，祖孙俩背对着门，泪如雨下。送走了秀秀，大娘担心自己死后无人照顾狗娃，索性带狗娃来到了清凉寺。她递上代表狗娃身世的布条，恳请寺里的师傅收他为徒。最后在杨大娘的劝说下，狗娃磕头拜师，皈依佛门。迈着蹒跚的步伐，大娘独自离开了寺庙，了却了今生最后一桩事。她也在不久后离开人世。削发剃度的第一天，狗娃有了法号明镜。经过日复一日的修行，狗娃成了一位得道高僧，是人人尊敬的明镜法师。后来他收到一份邀请，要到日本去交流佛法。日本也是佛教大国，对于明镜法师的拜访，电视台全程直播。巧合的是，那天他的生母和子正在观看电视，发现明镜和她已逝的丈夫竟然长得一模一样。她立即联络了一名女翻译，想知道明镜有没有那件信物。而当和子看到那根带子时，他知道明镜法师就是当年那个他被迫遗弃的儿子。时隔多年，母子相见，气氛却有些不同。狗娃先是祭拜了亡父，随后倾听了母亲的讲述，知道他当年是身不由己，解开了多年的心结。他对生母磕了一个重重的头，感谢把他带到这人世间。晚上，狗娃递上了一串佛珠，希望他能代表自己陪伴母亲的余生。和子明白，狗娃终究要回中国，回到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。看着狗娃远去的背影，和子哭得泣不成声。回国后，狗娃来到了杨大娘坟前，他知道这是此生最爱他的人，他希望用余生守候在这里。本是势同水火的两国，杨大娘却愿抛下家国恩怨，毅然将狗娃抚养长大。当然，狗娃也很争气，不仅潜心修炼成了德高望重的法师，还知恩图报，用一生去报答杨大娘的恩情。聆听着清凉寺的晨钟暮鼓，清扫着杨大娘的安寝之地，狗娃知道这里就是他的归宿。